大家好，我是琉璃啊。那么今天凌晨呢，暴雪的篝火访谈已经结束了。按照惯例啊，我们这一期视频呢是关于这一次篝火访谈的总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凌晨5:40啊。我面对自己的稿子，硬是想不出来今天的篝火聊天里，设计师们到底聊了啥实质内容。我感觉在搞了几期篝火之后啊，暴雪的设计师现在就跟压缩毛巾一样，一碰到篝火就变大变高。然后你滤完水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实际内容就只有一点点。总之呢，今天长达90分钟的篝火里，他们实际上也只是聊了第3赛季的主题玩法、设计师做改动的心路历程，还有画饼，以及呢对下个赛季一部分平衡改动这3项的主要内容的讲解。整场篝火下来啊，他们水的最多的是第2项，可惜的是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只想要玩游戏。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一看第3赛季的赛季主要玩法，还有一部分职业的平衡改动就好了。更详细的职业改动啊，比如说新的暗金装备等等，需要等到明天这个时候的官方的蓝帖了。到时候琉璃还要熬夜干视频啊，希望大家看在这个份上给琉璃投个硬币，没有的话呢点个赞就好了。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第3赛季的主题内容就好了。它一共分为机械蜘蛛仆从、机关密库玩法，还有大世界的奥数灿丽3种。机械蜘蛛和昨天预览蓝帖里提到的那样，在我们完成赛季任务线之后，会永久的跟随我们并协助战斗。我们可以通过给它安装控制石和调谐石来改变它自动释放的技能。控制石决定了构造体仆从具体在什么时候释放技能，一共有12枚可以选择。而每一枚控制石呢，又可以被3枚的调谐石影响。调谐石基础有27种啊。那么以上的石头种类和等级会随着我们赛季的进度不断的解锁和增加。我们还可以通过击败赛季 BOSS 的超级形态，获取呢名为永夜和创始的暗金调谐石。这个赛季 BOSS 应该也是新增的怪物啊，它是完全不会动的一个机械巨象，它会利用场地里的陷阱来攻击我们。我们呢就需要一边躲避这些陷阱，一边通过机制来输出它。永夜的效果之前也被爆料出来了，被它辅助的技能在释放2秒之后会让我们的全技能加4，不知道能不能安2个实现全技能加8。这个小蜘蛛还是可成长性的，就按照设计师的说法，就是它会复刻我们角色的各种面板属性，就其中包括攻强啊、暴击啊等等。我们角色的装备越是强力，小蜘蛛的基础属性也就会越高。暴雪呢也给出了一些小蜘蛛的战斗参考，总的来说就是前期用它来辅助战斗应该很靠谱，就是不知道像野蛮人、游侠这样多武器词缀的职业，还有呢会大量增加自己面板的死灵威能，会怎么去联动这个小蜘蛛了。小蜘蛛的控制石跟调谐石呢，都是可以靠刷来解锁种类跟升级的，算是一个全新的刷子内容啊。不过我还是不太喜欢这个设计，因为它实际上还是很难参与到我们角色的构筑中来的。就举个例子啊，像第2赛季的鲜血异能，它都是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构筑，改变我们的玩法的。那它跟构造体仆从的对比，就好像是一个能让你的某些部位提升8厘米，另外一个呢，则是给了你一个18厘米长的身外化身。就算我们在赛季的中后期可以给这个身外化身加上什么震动功能、电击功能，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奇妙功能，它使用起来的体验啊，也多半是不如我们自己的原装武器的。不过考虑到后面的这个密库玩法，我还是希望这个小蜘蛛可以强力一点的。这个密库呢是第3赛季的一个独特的地下城玩法，除了含有大量的全新怪物之外，还含有着异常丰富的地形陷阱。就从官方给出的实战演示看啊，没有高效位移的近战职业，那在密室里应该是跟坐牢一样开心的。因为密室的一个核心玩法就是无伤通关，我们在开启这个密库之后，就可以通过赛季刷号的消耗品来换取佐敦库勒提供的 buff。这个 buff 呢是以叠层的形式存在的，我们在密库中受到陷阱攻击就会削减 buff 的层数。然后官方在今天的篝火视频里压根就没有演示 buff 要怎么获取。我还是翻了昨天的宣传视频啊，才发现这个 buff 的层数是用名为结界蜘蛛的道具来换取的。每一颗珠子可以换取3层的 buff， 被陷阱命中一次就会掉1层。通关密库的时候呢，那么只要你有1层威能，就可以额外开启一个奖励较高的未知宝箱。这个结界蜘蛛是可以通过我们等下聊的奥数战力这个玩法刷到的。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密库玩法就是，如果你操作很好，那么就少带 buff， 追求低受击通关；如果操作菜，那就多刷结界蜘蛛，然后再用结界蜘蛛来多换这个 buff 去刷密室。现在我就希望结界蜘蛛的掉率不要太低啊。这个密库呢，还是有一个噩梦的版本的，它可以用来升级我们的巅峰雕纹。大世界的奥数战力就有点类似这个赛季的绿潮柱子玩法了。这些小地图上带有绿叶的图标处呢，我们就能预见奥数战力的事件了。简单看了一下，大体也就是杀怪呀、拆柱子、读条等等。我估计跟4赛季的绿潮一样啊，是用来前期刷装备练级的好地方，后期呢就要追求效率，速刷来搞材料了。因为升级小蜘蛛石头的材料，还有前面提到过的结界蜘蛛，都会在这些事件里掉落。不过我看这个图标之间的距离，搞不好我们下赛季可以通过组队啊，然后一人打一个战力点来快速的刷材料就是了。然后就是职业平衡的改动啊，坑爹的暴雪今天是没有放出所有的职业平衡的，他就只是大体的聊了一下所有职业的改动方向，还有简单的展示了一下法师德鲁伊的新暗金，顺便放出了针对各个职业的死亡笔记。那么让我们先看一看他们准备改动或者是修复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师的电球玩法，他们觉得这个玩法伤害太高了。然后呢，就是游侠和迪伯特裤子的额外联动，那个暗金裤子可以给游侠提供最多19个连击点。还有呢，游侠的毒素灌注和回旋刀锋的高伤互动，德鲁伊的迷种野兽威能也会重做，这个威能在引爆毒素的时候会额外计算1次增伤。德鲁伊在 S2 赛季能4分钟速刷屠宰场25层是全靠他的，因为其他职业血之类点满了你就11倍增伤啊，德鲁伊那边可以多吃一次，他有121倍的增伤。然后就是先主锤，暴雪觉得他在野蛮人的玩法中啊登场率有些过高了，而第2赛季的压制改动呢，也让压制的伤害有点太高了，估计下个赛季会下调一些压制的伤害的被动还有倍率。那这个死亡笔记可以看出来，暴雪设计师总体上还是有在玩游戏的，每一个上死亡笔记的玩法都是职业本身的高强度玩法啊，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他们开了屠宰场之后，通过屠宰场的高层通关玩法直接观察得出结论。不过这个笔记里并没有说他们到底要怎么改，所以具体的内容还是得等明天的蓝帖。然后就是第3赛季里啊，设计师想要对职业进行的加强。那野蛮人这边主要就是加强了冲锋和关键的被动，就比如说包括优化冲锋的手感和机制，还有对人形兵器等等关键被动的加强，还有呢对战吼类技能的优化，让技能栏里带一堆战吼成为我们的可选项而不是必选项。同时呢，野蛮人的基础技能也会被加强啊，设计师专门做了一个 S2 和 S3 赛季的对比图，显示出了基础技能的伤害提升了10倍，就是不知道正式服有没有这么高的倍率就是了。法师这边呢，目前是会考虑加强陨石术，还有一个元素召唤的节点啊。闪电矛的暴击现在是概率让敌人一伤的，对传奇巅峰节点呢还会进行进一步的加强，同时呢也会加强陨石术相关的玩法。设计师这边给出了新的陨石暗金头还有演示。那这个头盔的词缀呢是生命上限、冷却缩减、陨石术等级，还有幸运一击几率。它的暗金特效是让陨石术变为充能技能，拥有最低6秒的充能时间，并且它不再耗蓝。你在释放陨石术的时候，会在目标的周围额外落下3枚陨石。同时呢，陨石的附魔效果和强化陨石的技能分支，现在会额外掉落1枚陨石了。总之就是大幅的提升了陨石的数量，感觉和暗黑森林的目光头很像啊。不过它是没有对陨石的专门增伤就是了。游侠这边的主要思路呢，就是强化远程打法，加强冷门技能，还有技能升级的强化。同时呢，也会调整远程技能的构筑，让它们具备可循性和趣味性。同时也会对远程玩法的3个核心暗金武器，也就是猎天者、风之力还有鹰角弓进行调整。德鲁伊这边呢，会加强雷暴和狂犬撕咬，提升灵物恩惠的数值。同时暴雪也放出了新的暗金手套，它的词缀是暴击几率、雷暴技能等级、蔑视被动等级，还有高额的幸运一击几率。暗金效果呢是雷暴随时间增加的击中数量提升1，让你的雷暴可以更快的引导至对5个目标。同时呢，雷暴在暴击的时候还会额外攻击1次，造成最高额外 20% 的伤害。死灵作为唯一一个没有上死亡笔记的职业，它的强化方向是骨灵和魔像。现在的鲜血和钢铁2种魔像在攻击的时候呢，都会造成 AOE 的打击了，
同时啊，友军单位包括仆从都是能自由的穿过死灵的鼓牢的，骨灵呢也得到了大幅的强化。暴雪这边还更新了骨灵的威能啊。琉璃这边的英语不是很好，只能看出来它的第一段效果是骨灵的暴击率提升，第二段效果呢应该是攻击命中敌人的时候提升2点的惊魂上限，但是我并不清楚是只有骨灵命中才会增加，还是所有技能命中都增加。如果是后者的话，15秒的持续时间足够死灵把自己的精魄堆到1000往上，这样有点太强了，所以我推测应该是骨灵的命中。其他的不重要的改动内容这里就不提了，比如说赛季开了1个月之后才会开的试炼场，我觉得聊这玩意属于浪费生命。开赛季1个月之后啊，看咱们这期视频的大部分朋友呢，应该都玩法成型，然后摸了它的机制呢，在琉璃上一期的视频里也聊过。设计师还说了，都瑞尔好像目前依旧是稀有暗金掉落的主要来源，而且下赛季好像会对门票进行调整，但是具体改成啥样，我们还得看明天的蓝帖。那么我是不想再去刷2400都瑞尔的琉璃啊，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